午门一直是紫禁城最重要的入口，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它见证了这座古老宫殿的全部历史和几乎所有的过客。今日，与午门一同静候各地游客的，是这件展厅内的453件展品。它们能瞬间带着人们穿梭时光，回到1420年，亲历600年前紫禁城建成的时刻。丹是宫墙的红色，沉为深邃的宫殿。紫禁城面世600年，见过了太多浩荡的历史，最终，记录历史的紫禁城也变成历史本身。丹城永固大展顺着600年的时间线，详尽地向世人讲述着紫禁城的故事。这其中凝聚着一代代工匠的妙手与巧思，一批批功成营善者的智慧与心血。东华门，清代是大臣们上朝的入口，现在则是游客们的出口。历史与现实总爱相向而行。我们现在就是先把这块先卸下来，然后再这个拿去顶下那个头子上面，看能不能把它顶断。顶了，把它顶，先把这个顶起来，对，把它顶起来。前些日子，东华门门洞上的木梁出现了松动的迹象，需要立即检修。它打多了，好几两层是吧？哎，上面也要掉，上面也要掉，想想啊。哦，好几根木方子啊。看，上面也要掉。他们那连着的，原来就是拱门，是吧？残破与腐朽是古建部每天都要面对的难题。这个现在这个就是朝上的，然后这面是跟那个刚才那面接触的那个。然后它那位置正好是在这个墙身下。明白了。对，上面还重用了这么多这个色彩什么的。这几根糟朽的横梁被运回古建部，勘测和排险的任务暂时告一段落。我刚才一直想的是东西，其实人家是南北。接下来要准备方案论证，等待合适的季节开始施工。距离修复完成还有漫长的时间。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位于东华门内，设立于1958年12月，负责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在丹城永固大展上，宫殿建筑本身也成为展品，策展任务也因此成为古建部的重要工作。先说国内单位，南京博物院13件，中间那确认好了是吧？对。没有那个，今天是礼拜三，礼拜五的时候。我觉得院里的这些就是宫廷器物、书画、图书馆，就一定要给咱们一个最后的一个确认点了。都涉及一个提前要做好这个展具和展柜设计问题。像这个凤阳这边，咱们有一些没见过，展览部的老师需要提前去看一下。单位就不说了，然后现在说这次会议决定。88年生，
2013年进入故宫考古部门工作，是故宫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如果这是会的话，这上面有没有砖？进宫以来，吴伟的主要工作是在地里挖土，确定这是不是涵洞的位置，这个确定死了，那这边就要开工，重点就挖这一块了。哎，我在故宫不是有故宫里办公嘛，就是比如说我之前在那个西华门里面那个地方办公，就我会走到那边就是哎，我说我现在在北京的话，我可能就已经到了我的办公地点了，也就是，其实现在这边正好是一个废墟，就是这样子。在凤阳挖土多日，今天他终于等来了日夜思念的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故宫龙就是样子形状是一样，但是呢，已经没有这么精细了，因为它这个龙的这个腿的这个肌肉感雕的特别明显，故宫就不会，故宫就这不就是锻炼和不锻炼的区别吗？对吧？雕的多，对，多飘逸呀！对，这是好像雕，这不是模印。咱们这应该叫什么兽儿？这个它有脚，其实应该是有脚，但它有翅膀，天马，对，像天马，还有翅膀。天马。这一件件比紫禁城还年长的文物，令前来借展品的故宫专家们欣喜不已。砖瓦构件的寿命往往比木构件更加长久。巍峨工程已化归尘土，而这些幸存的零散瓦件和镌刻其上的图案，还依稀保留着明代工程的气息。凤阳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洪武2年，登基不久的朱元璋决定富贵还乡，在自己的老家按照京师之制兴建明中都。中都的营建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极尽奢华壮丽。但6年后，中都皇城在规模初具时，突然被朱元璋喊停，原因至今依然成谜。这片荒芜的土地，将丹城永固的秘密埋藏在了地底。这个里面是木桩，看到没？这些木桩是这边可能还有一个木桩，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它是加固这个土的，夯土的啊，加固这个，你看这个上面是这个碎砖层啊，它可能这个夯完之后呢，下面加这个很多密集的木桩，能够就是保证这个地基不沉降，就是更加稳固。你看我那个2个是我自己挖的，就是这2个是工人挖的。就是我是一直掏不到底，就特别深，就是看到没？那2个地钉。中国古代宫殿的建造有着一整套严苛、高标准的施工方法，被后来的匠人们总结为8大作。而排在首位的是构筑地基的土作。营建紫禁城之初的土作工艺已无人知晓。我们也无法通过在紫禁城进行大规模的地下考古来一探究竟，但与之时代相近的明中都遗址，为我们完整展示了明初宫殿土作工艺的最高标准。这里是明中都最核心的宫殿建筑，是紫禁城太和殿的前身。这里的台基为层层碎石、夯土交替夯筑而成，仅挖掘出来的部分就各有18层之多。这一土作工艺被紫禁城沿用并进一步优化。如此厚重坚实的地下结构，不仅确保了建筑之上的宫殿历经600年寒暑岿然不动，也寓意着王朝能够永远延续，是为丹城永固。
父亲朱元璋未完成的理想之城，50年后由儿子朱棣在北京实现了。但两代宫殿的会面却用了600年时光。从凤阳远道而来的工程建筑构件，到2020年才第一次与自己的后代聚首。单城永固的秘诀不仅在于牢固的地基，传统木构建筑要抵御上百年的风霜雨雪，离不开瓦片的守护。有琉璃瓦层叠铺成的屋面，不惧水火，但也有自己的命门。先在底下。在清代内务府的记载中，每年春秋2季，紫禁城都要组织专人飞檐走壁，驱除瓦面的天敌。撑住了啊！特定品种的草木。仿照太和殿外形，乾隆帝打造了皇极殿，作为自己的退休后的居所。他曾在这里举办过举世闻名的千叟宴。这个草，这个略为地黄，这下面的根才是地黄，这上面是一二是草。不知他本人是否知情，这么祥瑞的屋顶，却一直是地黄生长的沃土。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只要故宫存在，上房除草就会与其同历岁月流长。古建部的院子里，处处看得到残砖断瓦、碎瓦、腐木、剥落的灰面，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的构成与肌理。从凤阳借调过来的琉璃瓦，作为明代瓦片的代表，已经入选了大展。而策展小组的另一支小分队，正在饶有兴致地研究着另一种更为特别的瓦。申福之已经在故宫做了20多年木匠，展期临近，古建部邀请他帮忙完成一个特殊的建筑模型。这个模型的重点并不在于展现建筑结构，它的首要目的是
是呈现屋顶之上一种特殊的瓦片。是那样画的吗？不是那样画的吧？应该是这样。对的，应该是这样画。拍下来的那个明瓦，边缘的那个锯痕特别明显。哦，这样我觉得这样就稍微得磨一下。对。手工就是这点好，机器它就是一个力道，太猛了，对，太猛了，特别容易给它吃了。0.1公分的厚度，如冰糖般半透，反光时具有珍珠般的光泽，切割起来质地坚硬却极易分层。走遍故宫，这种特殊的瓦片只出现在养心殿正殿后檐这一个地方。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以为它们大概就是由某种特殊的云母片制作而成。借着养心殿大修的机会，人们拆下这些瓦片拿去研究，最终的结论是，这并非云母，而是一种贝壳，名叫海月。古建部的张琼这些年一直在四处寻访，但至今他还没能找到满足养心殿修缮要求的海月贝壳。如果想要完全的复原养心殿这个称照的话，我们要找的这个明瓦呢，比如说拿我买的这个标本来看的话，这一片它的这个尺寸大概是12、13公分的样子。那么我们要加工成这样一片方形的明瓦的话，它至少也是要比这个要大1圈的。那可能确实不等它长到这个岁数就已经被捞起来或者被捡起来了，就很困难。我想试一下，试试吧。是的。那你再怎么保证你这样全部拉的是一条线呢？你是先锯完一面掰下来是吗？啊，对，这树也是的，最后是掰的。啊，可以，挺好，打可以，这个能打，这个就是。有点这样，这样的话是翘起来，这样不行，这样钉的不好钉，得这样。对，必须得是那样，讲的时候就要再多一点，对。翻过来用。那最后合龙是由这个申师傅跟张师傅联手完成的。哎，放到什么地方？咱以那个，哎，要对那个门。不用，我就在边上。也太强忍了。再紧一点啊！3、2、1，再来一张。养心殿正殿的后檐是目前北京发现的唯一一处正在使用贝壳当瓦片的地方。这种曾经流行于我国东南沿海的窗贝，是如何走进皇宫内院的？它为谁而建？和乾隆帝六下江南是否有关？目前，专家仍在寻找确切答案。相比之下，长春宫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
彩画，它们都是慈禧居住这里时特地重新绘制的。和瓦片一样，彩画同样可以阻断风雨的侵蚀，起到保护木质结构的作用。而皇宫里的这些房子也被他们装点上了一层美颜。今天的游客们能够欣赏到彩画的美，却很难想到它背后繁复的工序和独到的技艺。这叫线法借画，这个借画实际上就是西洋画法。透视。有透视，但是这个为什么就是现在晚期慈禧时候住的地方呢？这个慈禧在的时候，她特别喜欢画这种题。这个里。杨红是古建部的彩画研究专家，他的师妹王光斌专攻彩画小样的绘制。长春宫的这块游廊彩画，以人物山水题材做方心，具有浓郁的江南气息，是苏式彩画的典型代表。方心是古代中国建筑梁方彩画的中心部分。刚才不就来俩女孩？您在踏的时候也是不是保证这个力度是稍微轻一点？没错，所以说自己慢慢掌握的这个。要是时间一重，就把这个就挖里边的那东西就给弄上黑了，就看不清了。工作是哪年？我是94年。这幅复制后的彩画将成为丹城永固大展的一件重要展品，展现清代晚期紫禁城的新变化。故宫是2002年大修。哎呀！现场拓印之后是临摹和上色。这张画挺好的。这张是挺好看的，这个好，又稳重，这个颜色，哎，我昨天这小方心弄了2个多小时，咱说也能照着画，但是你走样走得太厉害了。对呀。我这么着来，尽量就是做到不走样嘛。对。贴金是彩画绘制的最后一步。先把这照片在这儿。这个金呢，因为它那个金的碎面嘛，它碎了以后可以粘上，就是说你差一点点没贴到的，它是可以粘上的。没贴到，你这一小碎金全都走上了。所以说过去贴金的时候，不要说贴特实。我这个贴金等于贴的就够实的，就多了，对人家说就浪费金了。最富皇宫特色的彩画，或许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清代，中国的黄金产量有了很大提升，金箔加工工艺也日渐完善。康乾时期，故宫彩画的用金量骤增，紫禁城也因此更显流光溢彩，俨然一派华贵的盛世之相。站着这个再往。对，没看觉是站着这个，你看，到目前来说，这个小样就是算对，目前来说制作完成了。对。8月2号，方心背面稿，我看几天啊？1天、2天、3天、4天、5天、6天、7天、8天、9天。多年来，古建部一直在按照传统的工艺绘制和保存代表性的彩画小样。相比于照相复制，绘制彩画小样虽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但能够保留丰富的工艺信息，是古建彩画研究与保护不可替代的一个步骤。我这用你架的这个给你照一张。行，等会儿。别照着我。这干啥去啊？宝贝儿，干什么去啊？你好。哎，你好。游泳去啊？这是给人家画的啊。哎呀，人来。就是我说下次没个板子拿回来，你接那个正好。
最终，这些彩画小样将被封存于古建部的彩画库房中。杨红和王光斌合作绘制的作品，将成为下一代故宫彩画修复者的重要参考。文保科技部的瓷器组办公室里，常常能见到各色各样的瓷器文物精品。永固大展的特殊使命。像这个，如果是酒精再擦不掉的话，就再用丙酮试一下。那是擦有机物，擦有机物。如果有一些它本身就不是有机物，比如说是那种钙质的污染物，那它可能就是这些有机溶剂就擦不掉的，然后还得想其他的办法。5年前，文保科技部还在这几座院子里。现在整个部门都搬到了位于故宫西侧院墙内的文物医院。在采用传统工艺保养修复文物的同时，文物医院也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诊疗设备，吸引了更多热爱文保事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生活化一些，人家可羡慕了，要不然你们忽悠了好多年轻人非要学这个的。就人家觉得，哎呀，这啥都不干，就撸猫，是不是亚飞？你是不是那时候是这么想的就报了？你光学一个清洁材料，可能就要学1年。这组瓷砖来自于遥远的德国，它们是林沼轩遗留下来的一组建筑材料。林沼轩位于延禧宫内。是紫禁城作为皇宫的最后一座建筑，具有罕见的西洋建筑风格。1911年，林沼轩尚未完工，清帝国却已灰飞烟灭。如果当时这座建筑完成，今天我们在延禧宫游览时，会看到中国最早的水族馆。那个东西可能包下来的时候，有些是在墙上，有些是在这个瓷砖上。对啊，这里记得是德国维宝这个品牌的样子，包括现在很多卫浴产品也在用，而且泰坦尼克号当时也是用这个产品。根据瓷砖上的商标文案，古建部的研究人员发现，一家初创于1740年代的德国陶瓷企业生产了这批瓷砖。这家企业今天仍在营业。100多年前，这些印有精美花纹的瓷砖漂洋过海，被运送到遥远的中国皇宫，铺装在这座西洋水殿中，意外地成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小小见证。很难想象，当时的那些紫禁城建造者，在大清气数将尽之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来打造这座享乐的洋房？建造者们不可能开口诉说了，但修复后的瓷砖躺在午门展厅的这个角落，无声地诉说着这座皇宫500年营
建史的终点。它现在这个比较的偏黄，就是色相上应该再暖一点，就差不多了。他们俩其实，他们两个之间的。谢安平，故宫古建部研究人员，2014年进入故宫后，就一直在搜集新中国成立后故宫修缮的史料。作为丹城永固大展策展人之一，他承担的是故宫木作技艺传承的展示部分。这张特别尴尬的是字还露一半。这个应该是他在放大这张照片的时候，他没有把那个底片放全。那我们当时复制就直接只能这样。一张老照片成为这个部分的重要线索。照片上的这些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角楼修缮的参与者。角楼，中式建筑复杂结构与精美造型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紫禁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拥有9梁18柱72级。600年来，他们历经损伤与修复，而对它展开的现代性的研究与保护，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1931年，朱启潜发起角楼修缮工程，他所创立的营造学社，对角楼和紫禁城其他建筑进行了勘验和测绘。留下了这些弥足珍贵的图纸和样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现代建筑科学的标准对故宫进行的全面记录。以营造学社为代表的现代建筑专家，与代代相传的营缮匠人们逐渐走到一起。1956年。西北角楼因常年漏雨，木质结构腐烂，损坏严重。它的修缮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紫禁城内规模最大、工种最全、难度最高的一项工程。照片上出现的单士元、于卓云等先生是老一辈故宫专家，马敬考、翁克良等则是新中国的第1代和第2代故宫大木匠。这是研究者和工匠们之间的一次成功合作。照片中的人大多数已经不在人世，甚至很多人的名字都没有留下。为了继续了解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谢安平决定去寻找照片中还健在的人。来。徐老师，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行，身体挺好的。哎，我原来我标准个儿，我的历史档案记得是1米。历史档案记得，您坐。现在那天一量我呀，剩1.67米了，还不到1.7米了。哦。这，我这不是我吧？这不是单老？这里有好几个呀，都是那个做保卫工作的人，都是中南海过来的，都跟过毛主席。这里头有人，那都严格的很。后来还说过笑话，那是赶上冬天施工啊，拆下来以后啊，为了保护的话，就临时围起来，盖个大锡棚罩起来了。这外界人呢，天天打故宫过来这往那北长兴这儿，一看这就外边有个谣传。说故宫麻烦了，故宫把角楼拆了，它修不上了。
我们心里明白，我们不理他们。西北角楼修完了以后啊，打下的基础，以后再修几个角楼都不成问题了。您对我们有就对我们这些年轻的人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成为这方面小专家、大专家、高级专家，是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筑的保护神。好，谢谢您。现在你也成了神话人物。神话人物。好，我们努力。600年来，一砖一瓦修造紫禁城的工匠很少留下名字，容貌和身影更是难以找寻。现在，这张合影里修缮角楼的大木匠们，一个个都骄傲地留下了自己的姓名。这次修缮工程不仅让西北角楼完好地留存至今，也培养出了故宫的第1代和第2代古建修缮的工匠群体，积累了完备的工程资料与施工规制。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古老宫殿修缮的技艺和智慧代代延续。我从事大木工作17年，就是从75年入职到92年，最后调到古建部。这17年里边，故宫黄金时间学技术就是前10年，到85年左右，就是我们第2个角楼修的时候400多年了嘛。是。哎，可以，挺好的啊。有一段没见了啊。长时间没见了。好，我们这弄这光那个。夏荣祥1975年进入故宫，2017年退休，在这里度过了42个春秋。作为故宫的第3代大木匠，他先后参与了2座角楼的修缮。20多年了。这个老的了，这个老的了。一看这工艺就是现在不怎么用了，不怎么用了，都锈了。大展在即，古建部的狄雅静请夏荣祥先生过来指导展品设计。他拿出了30多年前自己修角楼的老伙计。我这个是楠木的，楠木的东西啊，楠木没有那个硬度。这个是楠木的。来看夏宫的墨斗。有20多到85年。30多年。 85年为这个角楼，师傅说我以前是一个小墨斗这么大，不够用的，说你去做个墨斗多大点的，做的这个。在木匠眼中，修过角楼是可以回味一辈子的荣耀。1981年，夏荣祥跟着年富力强的师傅们参与修缮了东南角楼。1985年修缮西南角楼的时候，夏荣祥自己也成长为掌线师傅。 1981年6月15号，开船望瓦3堂，共用10天左右，参与人18人，赵师傅、翁师傅带领其他师傅还有4个，徒弟12人。说着，我非常感谢这个2个师傅，我的师傅赵成茂和我的领导孟克良翁师傅，是他们2个。 我哥俩商量好了，把我放在内线。修角楼的难度，首先在于木构件的种类和数量极其庞大。你是比如把一个角楼拆，从上层3层拆到1层，那上千个构件都码在那儿，你一定要标好一个号。你标了这个号，你还能按这个号归回去。这样他就给了我一个任务，说你把现在咱们大约这个图纸记录。 拆到哪一层比如大木构件多少，领子有多少根梁有动了多少根船的一共有多少？就是头天你先把这个图纸你拿回家，你去熟悉。那个师傅他经常也说了一个，就是小伙子不能认怂，叫抓木如抓虎，说你一旦抓住它，千万不能松手，扛你也得扛起来。那会儿就是遇到困难没有想法退，那只能往前走。 开展前，夏荣祥来到午门展厅，大木匠的传统工具已经按照他的建议制作完成。材料研究，然后这技艺传承，这是4个块儿。对，因为好多人都觉得你修古建筑，你不就是刨开就修嘛？其实他不知道里面有人的事儿，有东西的事儿。还是人是主要的，材料不行，你可以选那个
你认识它啊？什么是朝阴，什么是朝阳呢？这是什么地儿的松木，放在什么地儿有用，还是人的问题？哎，所以这种照片特别的珍贵，就是以前就是很少照这种合影，大家设计者跟施工者一起照相。啊！我当时还跟我这师傅说呢，我说咱拿油纸包起来，啊，隐蔽处藏起来，将来以后若干年以后人再拆，能知道当时他们是谁。我说我可以把名字写以后名字。对，是的。我师傅说别介，那我永远不得翻身了，被压着。与照片中前辈们的眼神相对，夏荣祥仿佛又回到了30多年前那些一起奋斗的日子。船上边中间有一层网板隔着，这是跳飞船的沿头。刚才我说的。退休后，夏荣祥一直专注于给年轻的故宫人讲授匠作课程。就是2比1，比如守门。所以故宫我们当时学徒是要求，就是9/10放在这儿就行，放出这个卡具，只要刘宪达出来就基本以这个角以礼。年轻的面孔，一代一代周而复始，古老的技艺也在他们的身上得到延续。临近开展，453件展品已经各就各位，等待展览开启。主要是我担心这个也行，总要是这样的讲，它无酸的，就是这个文物不会有这样的影响。9月10号开幕是吧？行，那咱们。布展人员打开了这本来自1934年的古物日历，特意把它翻到9月10日开展日的这一天。9月10日。这本日历跨越86年，连接了时光。一大早，彩画专家杨红就来到师傅家中。换装上院里，好，这换装，换装，哎。王仲杰是古建部的退休老专家，这一次他成为大展开幕式里最年长的嘉宾。平日不怎么出门的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宫。杜老了，你比我小几岁，小3岁。你属什么的吧？啊？你是3几年出生？你3几年出生？37年。哦，那比我小4岁。这4岁啊，在人中年时候不显，到这个岁数，4岁就有点差别了。600年前中都皇城的脊兽，晚清长春宫的游廊彩画小样，见证了帝国黄昏的蓝色瓷砖，穿越时空齐聚午门，为这座600年的城池庆生。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我觉得现在很难见到这样的照片，这就是西北角楼当年56年修缮的时候。单士元先生、余若云先生和这个工匠们一起拍的照片，设计人员跟工匠一起来把这个建筑修好，其实是我们真正的古建筑保护之道。眼儿没摸着，这我都会用，巨会用，帽子也我也会用，帽子我也会用。
他那个建筑凤阳的，这是他老家。这东西有太阳透光，没太阳自己能发光，感觉吧？讲明代故宫城的营建，紫禁城，明代故宫建，这不租地吗？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物件替人诉说的是，丹城之所以永固，皆因一代代故宫人薪火相传。在漫长的接力中，每个人付出的时间与责任，最终留下了红墙黄瓦，流光溢彩，更留下了可以再说600年的紫禁城。我估计肯定也是国力衰弱的时候。今年电子系统这一块是查了6000多个点，是红工的厉害。像这有节目发现问题了，肯定往那儿治。只有把这些材料定位回它在历史当中的那个位置，它才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